大家好，我是静。上周做了紫薯馅儿，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蛋黄酥。用比较快捷的包酥方法，省时省力。首先来做面团的部分，水油皮和油酥。水油皮面团用50克黄油，加入65克开水，混合让黄油融化，再加入15克白糖。混合好后，加入150克中筋面粉。混合所有材料，和成面团。这时候的面团不容易一下子揉得光滑，没关系，揉成团就好。用保鲜膜包起来，让面团休息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就非常容易了。利用水油皮休息的时间，我们来做油酥。100克低筋面粉，没有低筋面粉的中筋也可以。加入50克黄油。黄油要稍微的软化一下，但是不要软化过度。用揉搓的方法混合黄油和面粉，和成团就可以了。用保鲜膜包起来，放置一边备用。不需要放冰箱，直接放室温状态就可以。再拿出刚才已经松弛10分钟的水油皮面团，继续的揉面，大概也就揉1分钟左右的时间。非常容易就揉至光滑的状态了。这个面团含水量比较大，所以面团比较柔软。和好的水油皮面团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防止风干，放置一边松弛备用。然后来准备蛋黄酥的馅料。12个咸鸭蛋，把咸鸭蛋黄磕出来，去掉蛋黄外面包着的一层膜。用清水冲洗干净，洗到水比较清澈为止。用厨房纸把蛋黄表面的水分擦干。码放在烤盘上，喷上高度的白酒，180度烤5到6分钟。不需要烤熟，烤到刚刚冒油最好。在蛋黄降温的时候，我们来分紫薯馅儿，25克一个，一共12个。紫薯馅的做法可以参考我上一个视频。全部分好后就可以包了。取一份紫薯馅，在掌心压扁，包入一个咸蛋黄，整理揉圆，一个蛋黄酥的内馅就做好了。同样的方法，把所有的蛋黄酥馅料包好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防止风干。下面就可以包酥了。拿出水油皮和油酥面团，检查一下2个面团的软硬程度，要保持软硬程度一致，起酥的效果才好。如果感觉酥油皮比较硬，就可以再揉搓几下，直至揉得比较柔软。今天我们采用大包酥的方法，比较简单快捷。面板上薄薄的撒一层粉，拿出水油皮，不要再揉面了，直接放在面板上，光滑面向下，稍微的按薄一些。中间放上酥油皮，然后包起来。面板上撒一点点面粉，不要太多。包裹面向上，从中间向四周压薄，这样可以保证酥油皮平均的分布。表面也薄薄的撒一层粉。擀面杖放在中间，由中间向上下两边擀。注意不要擀过面团，这样会容易破酥。同样，竖着的方向也是从中间向两边，不要擀出面团。
可以用擀面杖整理一下四边，使得边缘相对的整齐。最后整理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，从长的一边开始，由上向下卷起来。卷到最后的时候，可以在下边缘抹一点点水，这样方便粘合。卷好的两头应该是齐整的，而不应该是空心儿的。平均分成12等份，全程都要用保鲜膜包好，防止风干。全部准备好就可以包了。取一份小面团，接口向上稍微的拉长一点，从中间按下去，两边向中间折，然后压扁，稍微的擀大一些。放入一份紫薯蛋黄馅儿，翻过来，让面皮和馅料完全的贴合。然后翻过来，用虎口向上推的方法包住馅料，封口一定要捏紧，不要有缝隙。稍微的滚圆，整理一下形状，这样一个蛋黄酥的生胚就做好了。如果觉得面片有点干，可以稍微在周边抹一些水。用同样的方法把馅料包起来，最后的边缘就比较容易粘合在一起。最后如果还有这样的缝隙，可以在里边再抹一点点水，这样就完全没有缝隙了。包好后间隔码入烤盘内，准备一个蛋黄，充分的打散，把包好的生胚在蛋黄里稍微蘸一下，给蛋黄酥戴一个小帽子。最后在表面蘸一点黑芝麻做装饰，用擀面杖的一头蘸点水，再蘸黑芝麻，会蘸得比较整齐。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70度烤30到32分钟。具体的时间可根据你的烤箱做适当的调整。出炉的蛋黄酥在烤盘上自然降温，放温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紫薯蛋黄酥咸甜交织，口感更加的丰富，家人都特别喜欢。放凉后装入保鲜盒，常温保存即可。第二天吃，风味依然如故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